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夫人，我要去吴国一趟。这个时候去吴国，岂不是很危险啊？大王要姑父尽快摸清吴军的动向，可我派去的细人至今都没有消息，所以我要亲自去一趟。官爷，我们是在找我们的猎物。胡说！跟我们走一趟，走，跟我们走。好，快走！快跑！献国大人，涡水市的造办处与大营已被越军探取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简直胡闹！末将失职。先不言失职不失职，起来吧。此番来的人，竟是越国的司马林姑夫，幸被末将的上下武士黑翼发现，禀明了末将。末将亲率人马围堵截杀，还是被他逃回了国。你们能发现他还算不错。想不到啊，越王的司马竟能充当细人。如此看来，勾践对我军的动向早已高度关注。请相国示下，眼下我该如何办？要是迁移造办处，那我损失太大了。干脆把造办处和水师大营合成一道，早晚警戒，以防越军的偷袭。谨听相国之命。快速回水师吧。大王那儿先不必禀报，免得他分神。此事老夫会妥善处置。去吧。我去进宫禀告大王。大人的伤如何？你先回营吧。诺，就。大王，末将奉大王之命，悄悄去了吴国一趟。现已查明，吴人在焦山一带开始打造水师，规模呢？眼下还看不出规模究竟如何，但从已造成的船坞来看，所造之船空前巨大。打造了多少船坞？大大小小10多只，且已集齐了造船的工艺杂役，共1000人。督建水师是谁？已查明，公孙雄。公孙雄，吴国的大将军。如果这个水师由他来督造的话，那么将来水师的统帅也会是他，规模小不了。大王所料极是。你打探得很好，可是你知罪吗？大王，臣不知。你不知罪？你是寡人的什么人？大将军。还有呢？大司马。可是你做了一件细人才做的差事，你还不知罪？臣已知罪，
请大王责罚。责罚你这是避重就轻。请大王降罪。降罪，还是降职？大王，你该革去灵姑府之职。不过，灵姑府仍有一请。讲，请大王保留灵姑府的军职，充任兵卒，充任马夫也行，只要留在军中即可。你只配做一名军卒。谢大王开恩。灵姑府啊，我再说一遍，你是大将军，你要把眼光抬高到国家利益上，啊，就像你的外父，懂了吗？知道了，大王。下去吧。谢大王。顾城啊，微臣在。大将军负伤了，差宫里的御医去到他府上医治。诺。你知道此伤是谁所为吗？是谁？此番入吴国时，我碰到了这个人，他就是刺杀公子的刺客黑翼。就会是他？我忘不了他，他竟当着我的面刺杀了公子，我去拿他，又被他逃脱了。想不到，他竟投奔了公孙行，成了吴人的帮凶。终有一日，我一定要活拿了他。若此人一口咬定是大王所指使，那大王是有嘴也难以说清了。那就杀了他，免得留活口，惹出麻烦来。这样对大王也好。为臣子者，定要为君而忠，维护大王的权威啊。那唐丽夫人那儿怎么交代？只要姑父无愧于心，既然交代不清，也就用不着什么交代了。苦城大人到。大人，大王派在下来询问司马大人的伤势如何，另外赐大膳给大人补身。谢大王关爱，大王所赐公医已为末将诊治过了，不出数日定能痊愈，请大人放心。王后为何要召我呀？夫人到了，自然就会知道了。到底是何事啊？夫人不用怕。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夫人请进，王后在等候夫人。王后召见妾身，有何事？夫人，有件事我想告诉你。公子之灵放在宫外实在是不好。夫人忍心与公子分在两处吗？那王后意下如何呢？还是将公子之灵请回王宫。
妾身叩见王后。夫人免礼。夫人，真是让你受委屈了。这算不得什么委屈。坐吧。你不必替唐丽夫人瞒着我。若不是此事传到宫里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王后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亏得你大度，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你就进宫来告诉我。大王。啊。有事儿吗？臣妾是有一事相求。先王夫人虽然刁蛮无礼，可她毕竟痛失公子啊。你这是为他求情而来啊？做母亲的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在面前，却救不了他，一般人恐怕早就疯了。先王夫人还算坚强，她之所为虽然激烈了一些，却情有所谅啊。他根本没有把寡人放在眼里，他到处上蹿下跳，蛊惑人心。本来寡人准备把他牵到先王的陵墓去守灵的，也怪臣妾之后宫无放。大王，你就饶了他这回吧，臣妾会好好规劝他的。既然你开口求情了嘛，那你看着办吧。等等，你要看紧他，如果再有差池，受牵连的可不光是他一个人了。谢大王开恩，臣妾会看紧他的。那就好。自闻知吴军打造水师后，众将士纷纷献策请战，认为应出一支精兵去烧了他们的船坞，以再打造的战船。我以为有理，已抽调善战军卒1000人，由我和薛岸将军亲率，备足硫磺火器，若昼伏夜行，3日后便可抵达焦山，一举发起突袭，可保攻城。好，我也正有此意。既如此，我们今夜就出发。此策虽好，但必须请得大王的旨意。可是大人，眼下士气正鼓，等了大王旨意，恐士气已泄。是啊，大人。公孙雄虽已知道我们发现了他的水师与造办之地，但他万万不会料到我们竟会如此之快发起突袭。我们只能宜早不宜迟。不行，必须请得大王示下。我立即进宫请见大王，你们可在我府内等着，千万不可造次，务必要等我回来，听见了吗？明白。将士们主动请战的心愿是好的，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末将倒不这么认为。将，我们不能坐等其议和，我们应该对吴军水师实施打击。不可以，绝不可以，这样会破坏文仲他们议和的局面。我们可以偷袭啊！偷袭？何为偷袭？就是不让吴国人知道是我越国人干的。这倒是个办法。你们好好的商议一下，越缜密越好。吴国水师的情况，末将已经了解，应该不会失手吧？还是小心为是。喏，大王，要不要请示军师啊？不用吧，这件事情
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喏，等等，不要有俘虏，不要派将军去执行这个任务。此次行动干系重大，若火攻成功，每个人进爵3级；如若失败，你们就战斗到最后1人。本司马奖赏分明，以身殉国者，你们的父母妻儿将得到重谢。如若被俘，你们不能说你们是越国人，要记住，你们是楚国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。押过来！押回营帐审问。本使向贵国严正抗议。抗议？抗议什么？你们一面与我国议和，一面却派兵偷袭我军，你们这就是不宣而战。哼哼，吴使，你无事生非，无故陷害我国是何道理？文仲代我大王向你们提出抗议。大人是有所不知啊，还是明知故问？你们不仅派兵偷袭，而且还化妆成楚军，企图嫁祸楚国，挑起吴楚2国争端，真是用心险恶。所幸公孙雄将军已将偷袭我军营的越兵全部歼灭。真是耸人听闻。哼，即便真有其事，也绝非我越国所为。那好，我们带来了一份礼物送给大人，请带我们去贵国西围村一行，一切就清楚了。哼，无稽之谈，去哪儿文仲都奉陪。走走。村民们，你们都有谁家的孩子当兵去了？一会儿等他们来了，都带回家去养伤吧。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伤成这样了啊？快走！跟娘回家养伤去，啊！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儿子。儿子，我是你娘，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？你认错人了，我是楚国人。哎，老夫人，你都看见了。哎，这就是你所列的数种条款，这第1款便是互不相犯。没想到你们竟无诚无信。哎，大人。这一定是个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别说了，哼，回国。哎，大人，哎，儿子，大人，儿子，儿子，你醒醒啊！儿子，你醒醒啊！儿子，范蠡，你混账！
你没事骂我做什么？骂你？我还想打你呢。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？哎，这我你疯了！你这个军师是怎么当的？你何出此言？你误国！文仲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谁误国？今天你要说不清楚，休想从我的府内走出去！好，你说，你为什么煽动大王去火攻吴军水师大营？如果我跟你说，我毫不知情，你肯定不信。我当然不信。你身为军师，这么重要的事你会不知道？你说破天也没人信。我不想说。你就不想解释？文仲大人，恕不远送。哼！文仲，你气冲冲的，到底要责问寡人什么？大王，因我军夜袭吴国水师之故，因为事情泄露，王孙洛指责我无诚无信，发出严正抗议以后，撕毁了几乎要谈成的合约。他为何指责你无诚无信？他吴国有诚信吗？可毕竟这次是我失信在先呐，不知此事是如何发生的，臣就去问范蠡，可他竟推说不知。你到底想查什么？总得有人负责吧，也好给吴国有个交代。为何要跟他有交代？文仲啊，文仲，我看你是忘了，吴国灭我越国，心不死啊！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该有礼有节。大王，大王，司马大人在外贵而后宣呐。他有何事啊？司马大人自知有罪，请大王降罪于他。叫他进来吧。诺。大王，末将自作主张，又谋策不利，导致突袭吴军水师有败，又损失了200名军卒，请大王降罪。司马大人，死了200名军卒算得了什么？因你之举破坏了越吴两国之间的关系，此罪才大。大人，吴越两国有怎样的关系？不仍然是你死我活吗？照你之言，两国之间就一直你死我活下去。别吵了，大司马，是不是寡人降你的军职，你心存不服啊？服。好，那好，从今日起，由朱继营接替你大司马的职务。你仍在军中为将，不过在他的帐下你效力。No， 大王，下去吧。禀告大王，叶雍大人到。大王。大王，起来吧，叶雍大人，委屈你了。现在越吴为敌，你又被伍子胥拿下，所以寡人对你不得不慎重对待。应该的，大王，这是为罪臣好啊！啊，坐吧。谢大王。
应营大人，明天你继续上朝吧。你的辅人，我已经遣人召回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流放你的辅人吗？臣知啊。叶雍不是明史，声称的是避难，要不是大王果断地将臣的家人流放，那伍子胥岂能善罢甘休啊？臣这把老骨头恐怕早就扔于异乡了。你明白就好。臣明白。父亲请。姑父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急于见你？外父，您有何要事？天大的事啊！外父，请说。我刚刚听说大王召见了叶雍，并且宽恕了他。哦，这是好事，却不是天大的事儿。哎呀，你呀，就是不上心。难怪大王会免去你司马之职。偷袭遭败，又损失了200名军卒，灵姑府理应获罪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死了200名军卒，难道大王就会免去你司马之职吗？那是因为文仲、范蠡他们主张议和，免去你那是做给他们看的。其实啊，大王心里一定很不情愿。你知为什么吗？小婿不知。大王欲战，但又恐文仲、范蠡他们极力反对，所以才暗下心思不露。姑父啊，你复职的时候已到，请外父细言。叶雍复出，这就说明大王已经暗暗下了决心，要与吴再战，其目的无非是要加强文臣中主战的呼声。可眼下，大王最想听到是武将们的请战要求。本来大王想先听到范蠡的声音，可范蠡也主张议和，大王很为失望。姑父啊，你应该率先去向大王请战。请战？哦，谢外父。大王，军卒灵姑府求见。大王，军卒灵姑府求见。将军，大王命你有话到明日的朝会上去说。大人，请再禀一次，灵姑府是为请战而来。大人，事关国家大计，请再禀一次。将军，大王已经同意见你了，快请吧。谢大人。小军卒来请战了。啊，好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大王，末将理由很简单，吴军水师就是为了侵伐我国而打造，若待其有成，想再灭他可就难了。所以，我们无论如何待其尚未成军，将其一举摧毁。你说的确实简单明了，但是，是否是你个人的意见？所有将士们都与末将持相同之见。所有将士都有把握？吴军水师的人数大约3万人。我若主力进出，虽然也只有3万人，可吴军水师的大船还没有造成，还不能进行水战。我若攻他，他只能与我们进行陆战。而吴军水师是由部分陆师及新招募的新兵组成，
公孙雄对他们还未行陆战的训练，所以，我们若突然伐他，他只能与我们陆战，而且没有战斗力，必然会惊慌失措，所以，我们会有必胜的把握。小军卒啊，小军卒，你只考虑了水师，你没有想到伍子胥手中还有2万陆师吧？而且就在王城附近呢。我们想到过，但未能如大王思之周全。好，不管战与不战，你都可以和朱继营等将军好好商讨，然后奏报寡人。遵旨。大王，臣听人说，夫差誓志为齐祖复仇，正在日夜备战。臣请大王先发制人，挥师攻吴，先灭其尚未有战斗力的新编水师。师妹，休得蛊惑大王。且不说吴国实力强大，单说我远道去伐，势必兵疲力竭。吴若与我分起一战，我军必败。到那时，吴军挥师反攻，侵入我国，我军将以何兵拒之？军师，你怎么看？臣以为文仲大夫所言极是。血耻之国必将同仇敌忾，其势必不可挡。我从军师的话里听到个怕字。连国府，范蠡，接着讲。大王，臣以为我们应该避其锋芒，保存实力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更应该把握与楚国的关系，以便吴伐我时，我们可以向楚国借兵，借2国之力，齐败吴国。楚国已自顾不暇，他如何向你借兵啊？大王，依臣之见，不仅不可先发制人，我还该主动向吴国示好，再次言和。再次言和？文仲，你说清楚点儿。大王，臣之所以力主言和，是鉴于吴越2国的综合国力而言。越国不及吴国的一半，如果再战，首战不论谁胜谁败，拖上个1年半载的，首先拖不起的是我们。以前也是吴强我弱，为什么会有醉里之战的胜利呢？醉里之胜，那是侥幸之胜。文仲，你何出此言呢？之所以有醉里之胜，其原因无非有2：一是300死士稳境；2是阖闾浮躁轻敌。吴越若再战，死士之策已不可再用，再用也无效。我们当然不会再用死士之计，肯定会有其他的计策，出奇制胜。请问还有何计何策能再战而胜敌？钟爱卿，对于文仲的言和之策，有没有附议的？且不说夫差，就拿伍子胥为人的霸道而言，他能容许我们再和他议和吗？看来没有附议了。文仲啊，你的言和之策没人苟同，我看可以料之了。请大王三思。我们还要大王怎样的三思？吴军正开始全力打造水师，我们应该趁其尚未成军，战力不强，一击而击溃他。依你之言，不仅不能取胜，越国危矣。大王，林公夫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文仲，想不到你竟如此的贪生怕死，望大王重用了你。你放肆！哼，文仲区区一命，算得了什么？我林公夫眼里容不下沙子，更见不得妇人。大王，朝会议政，若容人身攻击，越国将永无宁日啊！领公府，
文仲虽愚，岂容他人如此诋毁？文仲还没退朝呢。林国府，臣在。文仲大夫虽然率直耿言，但是他并无恶意，朝上不得胡言乱语。臣遵大王教诲。将军何事啊？请知会你家大人，就说林姑父前来拜访。拜访？那就求见吧。究竟是拜访还是求见？那就道歉。你何事得罪我们家大人，要前来道歉？你到底通不通病啊？将军恕罪，在下多有得罪。我家大人知道将军会来此，让在下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我家大人道，朝中事他现在已无话可说了。我家大人还道，将军若有闲，不如做些战备之事，胜过向他赔礼10倍呀。你家大人的话，比打林姑父还难受。将军走好。到此。不送。臣闻夫圣人行兵，上与天合德，下与地合明，中与人合心，一合乃动，剑可乃取。臣又闻夫战之道，知为之始，不知未可战；知为之要，知即审也。所谓审战：1审赏，2审罚，3审务，4审备，5审生，6审思，7审天地之象，8审中正人和，9审。拜见范大人。我家大人请范大人到府上一叙。回去告诉你们家大人，说上朝的时候自然会见面。可我家大人让小的一定要请到范大人，说有要事相商。我说过了，上朝之日自会相见。管家，送客。可是，请。小的告退。为何不来？范大人说有事朝会上可以说，平时别来烦他。他要是怕烦，就不要出仕为官嘛。站住！你竟不敢见我，找我有事吗？没想到你心胸如此狭隘。心胸狭隘，在这个时候你非要见我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合适，非常合适。走，进府去谈。可我现在要去见大王。大王召见你了？没有。大王正忙着召见其他大臣，你急什么？走。你知道大王为什么忙着召见群臣吗？不知道。我看大王恐怕已经下了一战的决心。大王既然要战，必然有大王要战的道理，你又何必多管？哎，你还跟我赌气啊？谁跟你赌气呀？
吴越再次一战，恐怕很难避免，所以迟战不如早战。早战或许还有破敌的可能，若是迟了，就什么机会都没了。你真这么看？不是范蠡这么看，而是大王这么看。这可悲可叹啊！眼下满朝文武人人皆持此剑，我本以为你会清醒些，没想到你也人云亦云，随波逐流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范蠡不仅怕事，而且很怕死。我本想与你一起去力荐大王，避免一战，没想到，既然如此，告辞了。不送。